台湾一个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岛屿，却成为全球美食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根据统计，台湾全岛拥有超过2万个夜市摊位，每年吸引11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前来品尝道地小吃。光是夜市经济，每年就创造近1000亿新台币的营业额，让台湾稳坐全球密度最高的美食天堂。从香气扑鼻的炸鸡排到沁凉解暑的芋圆冰，每一道小吃都藏着台湾人独有的热情与创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台湾最受欢迎的10大国民美食，看看你心目中的第1名是否榜上有名。第10名，大肠包小肠。名字听起来像个玩笑，吃起来却让人上瘾的经典夜市小吃，非大肠包小肠莫属。这道让人会心一笑的美食，其实有着非常朴实的起源。它源自花莲客家族群的工人便当。早年务农或砍柴的工人为填饱肚子，巧妙地用糯米灌制成的大肠当作主食外皮，把一根喷香多汁的台湾猪肉香肠塞进切开的糯米肠里，再刷上浓郁的蒜蓉酱，配上爽脆的酸菜和细致的花生粉，一口咬下，糯米肠 Q 弹的口感混合香肠的鲜嫩，蒜头的呛香与花生的甜香在口中激荡，香气四溢，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有人笑称大肠包小肠是夜市版的台湾热狗，将传统食材玩出了新花样。从乡村田野的简单点心，它成功转型为夜市里的人气王之一。就连华语乐坛天后孙燕姿在台湾开演唱会时，都曾在台上点名说想吃大肠包小肠，可见这魅力连巨星都无法抵挡。在社群平台上，有关大肠包小肠的街头美食影片点阅累计已超过10亿次。许多外国网友看了影片后直呼，下次到台湾一定要尝尝这个。大肠包小肠爆红的背后，还有有趣的文化插曲。知名卡通海绵宝宝曾出现过一句经典的中文翻译：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因为这句充满台式幽默的神翻译，大肠包小肠登上网络梗图宝座，知名度更上一层楼。如今，这款小吃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变成一种连结人心的香气符号。走在夜市里，只要闻到糯米肠与烤香肠的独特香味扑鼻而来，心里就会涌起一种亲切感，那是属于台湾人共同的美味记忆。第9名，芋圆。柔软 Q 弹、芋香浓郁的芋圆是台湾甜品界当之无愧的代表之一。许多人第一次尝到芋圆，都被它独特的口感所惊艳，既有芋头的松软绵密，又带着弹牙的嚼劲。一颗小小的芋圆竟能糅合出如此迷人的滋味。芋圆的诞生，据说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瑞芳地区。当时一位名叫蔡林宝云的妇人，为了养家糊口，绞尽脑汁，用家乡随手可得的食材进行创新。他将煮熟的芋头捣成泥，混合适量的地瓜粉，揉成小小的圆球。煮熟后竟然口感 Q 弹，芋头香气十足，意外地造就了一道经典甜点。最初芋圆只是家庭的点心，没想到日后随着九份山城从矿业没落转型为观光胜地，芋圆也跟着声名大噪。在九份老街蜿蜒的石板路上，总能看到游客人手一碗芋圆错冰，满足地大快朵颐。当地2家百年老字号赖阿婆芋圆与阿甘姨芋圆远近驰名，每日门前都大排长龙，只为品尝那传承数十年的古早味。一碗刨冰上铺满色彩缤纷的芋圆、地瓜圆，再配上红豆、绿豆、仙草等配料，浇淋上糖水或黑糖浆，吃上一口沁凉香甜，仿佛所有夏日的炎热都被驱散了。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夜，一碗热腾腾的芋圆甜汤，无论搭配红豆汤或花生汤一起吃，入口时柔滑的芋泥香配上 Q 弹的口感，也足以让人从胃里暖到心头。制作芋圆其实很讲究功夫和比例，芋头泥与地瓜粉的黄金比例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如果芋头泥加太多，芋圆会太软，一煮就散掉。相反，地瓜粉放太多，芋圆又会变得太硬，吃不出芋头的绵密香气。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揉出软硬适中、Q 弹不粘牙的完美芋圆。现在为了增加趣味和风味，很多店家也研发出不同颜色和口味的芋圆，如加入地瓜、南瓜或抹茶粉，让芋圆呈现橙、
绿等缤纷色彩，口感也更加多元。芋圆的魅力已经征服无数甜食爱好者的心。对台湾人而言，芋圆代表着童年记忆里的甜蜜滋味。对外国旅客而言，这一碗 Q 弹爽口的甜品是他们认识台湾的一张甜蜜名片。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或亚洲甜品店里，时常可以看到台湾 Taro Ball Dessert 的踪影。小小一颗芋圆，让全世界都记住了台湾独有的 Q 弹口感与朴实幸福。第8名，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没有任何一道小吃比臭豆腐更能完美诠释这两极的味觉体验。走进夜市摊位，老远就能闻到一阵独特的酸臭味扑鼻而来。很多第一次闻到臭豆腐的外国人会吓得眼鼻退避三舍。然而，真正的老饕闻到这气味，反而会露出兴奋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美味的臭豆腐就在前方等着呢。臭豆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年间，传说清朝有位名叫王致和的人，无意间发明了将豆腐发酵变臭的方法，意外创造出这种嗅觉炸弹般的美食。后来闽南移民将制作臭豆腐的技术带到了台湾，经过本地人口味的改良，臭豆腐逐渐成为台湾夜市的灵魂级小吃。不管是油锅里炸的金黄酥脆的炸臭豆腐，蒸笼里热腾腾飘香的清蒸臭豆腐，还是卤汁中慢火入味的卤臭豆腐，只要一出炉，总是能吸引饕客循着气味找上门来。在台湾各地，臭豆腐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最经典的莫过于炸臭豆腐搭配台式泡菜。老板将切成方块的臭豆腐丢入滚烫的油锅，炸至表面呈现诱人的金黄酥壳，再迅速捞起沥油。这时趁热剖开，撒上一大匙脆爽微辣的泡菜和蒜蓉酱油膏，呛鼻的臭味混合酸辣的泡菜香，一口咬下，外酥内嫩，汁液四溢，那层次丰富的风味绝对颠覆你的想象。很多第一次鼓起勇气品尝的人，都从嫌恶变成爱不释口，直呼原来臭豆腐这么好吃。为了推广这项独特美食，新北市每年还会举办臭豆腐文化节，邀集各地臭豆腐名店摆摊较劲，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和观光客前来朝圣。从比创意料理如臭豆腐汉堡、臭豆腐火锅，到比拼传统手艺，这场嘉年华充分展现了臭豆腐在台湾的超人气地位。有趣的是，虽然臭豆腐闻起来吓人，科学研究却指出它蕴含不少对健康有益的成分。在发酵的过程中，黄豆会产生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人体有助于抗氧化，促进新陈代谢。同时发酵也培养出植物性乳酸菌，有益肠道健康，甚至据说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强化骨骼。当然，这并不表示可以放肆狂吃臭豆腐，毕竟多数人爱吃的炸臭豆腐油脂含量高，还是得适可而止，均衡饮食。如果想更健康一点，夜市里也有提供清蒸或卤煮的臭豆腐，少了油炸的负担，保留原汁原味的发酵香气，吃起来同样过瘾。从台北士林夜市到台南花园夜市，每当夜幕低垂，空气中飘散的臭豆腐香就如同号角般召唤着老饕们。臭豆腐这块其貌不扬的小方块，已经成为台湾美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它挑战着人们的嗅觉极限，也带给勇敢尝试者独一无二的味蕾惊喜。对许多人而言，战胜心里对臭味的恐惧，换来的是从此迷上这股臭香的奇妙体验。臭豆腐以特殊的方式完美体现了台湾美食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精神。第7名，胡椒饼。只要一提到胡椒饼，许多台湾人仿佛立刻能嗅到那扑鼻而来的胡椒香和烘烤面饼的麦香。胡椒饼外皮酥脆，内里柔嫩多汁，咬下一口，满满的肉馅和汤汁在口中迸发，浓郁的胡椒风味直冲鼻腔，令人食指大动。这种令人口齿留香的小饼，是无数台湾人从小吃到大的熟悉滋味。胡椒饼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福建、福州地区，原型其实是当地传统的小吃葱肉饼。早年有福州人移民来台，他们将家乡的葱肉饼配方带到岛内，但在馅料中大胆加入大量黑胡椒调味，创造出了口味更厚重、辛香的胡椒饼。真正让胡椒饼名声大噪的，是在1980年代台北饶河街夜市的兴起。当时
有摊贩在夜市里现场手工烘烤胡椒饼，吸引大批饕客围观。只见师傅将揉好的圆形面团包入拌有葱花、胡椒和酱汁的猪肉馅，再熟练地把圆饼贴在炭火烧得炙热的陶制炉缸内壁上，一炉可以贴满数十个饼，盖上炉盖，让内部高温将饼烤熟。没多久，夜市的空气中便弥漫出诱人的胡椒与烘烤香气。师傅用长钩将一个个鼓胀焦黄的胡椒饼从炉壁上取下时，常常引来路人驻足惊叹。这种贴炉烤的特殊技艺，成为劳合街夜市一道迷人的风景。要吃胡椒饼，通常得有点耐心。以台北劳合街口那家远近驰名的福州市主胡椒饼为例，摊位前经年累月都排着长龙，高峰时间常常要等上20-30分钟才能买到。但当你拿到那圆鼓鼓还带点炉火温度的胡椒饼时，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一口咬下，薄脆的芝麻饼皮，内馅热气瞬间在嘴里爆开，请小心，稍不注意可是会被烫到的。鲜甜多汁的绞肉馅料混合着满满的青葱和胡椒粒，每嚼一下都有肉汁伴随浓香溢出，教人欲罢不能。随着胡椒饼声名远播，全台各地纷纷出现许多胡椒饼店家，在夜市、小吃街甚至商场美食区都找得到它的踪影。有些店家甚至创新研发出多种口味，例如加入起司的起司胡椒饼，增加奶香，或用香菇露馅带出另一种风味，满足不同饕客的喜好。然而最经典的还是传统的猪肉胡椒馅，毕竟那浓烈的胡椒辣香结合肉汁的鲜美，才是让人一吃难忘的灵魂。值得一提的是，胡椒饼不仅抓住了台湾人的胃，也获得国际间的认可。台北劳合街夜市口的福州市主胡椒饼，近年连续获得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介，成为少数获得国际美食殊荣的平价小吃。连美国 CNN 都曾将胡椒饼评选为台湾必吃美食之一。许多外国旅客一下飞机就直奔夜市，想尝一口道地的胡椒饼，甚至有人戏称没吃过胡椒饼不算真正来过台湾。简单朴实的胡椒饼，凭借一炉炭火与满满黑胡椒的香气，就这样征服了世界各地食客的心。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台湾人来说，在异乡偶然吃到胡椒饼，总能瞬间勾起浓浓的乡愁。而对初次品尝的外国朋友而言，那独一无二的酥脆与多汁，往往能让他们从此爱上台湾的街头美食文化。第6名，香鸡排。在台湾的夜市，要问什么东西最受年轻人喜爱，香鸡排绝对高居榜首。有人称它是夜市里的无冕之王，因为无论老少，几乎没有不爱这酥脆多汁的大鸡排的。每当黄昏降临，你总能在夜市的角落发现炸鸡排摊前大排长龙的景象，油锅里冒出的阵阵香气，引得路人纷纷停下脚步。台湾人到底有多爱鸡排？用数字说话吧。据统计，台湾人一年可以吃掉约8760万片鸡排，平均下来相当于每天要磕掉24万片。这惊人的消耗量逐渐香鸡排在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香鸡排大受欢迎的历史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传当时台中逢甲夜市出现了第一家以超大鸡排闻名的摊位，招牌就叫正宗妈祖鸡排，卖的鸡排比人脸还大，一片就让人饱足感十足，引起轰动。随后台北士林夜市的豪大大鸡排更是将大鸡排发扬光大，一片足足有 A4 纸大小的鸡排成为观光客来士林必买的美食。近年来，连锁品牌、炸鸡大师等也纷纷崛起，将香鸡排从夜市推向街头巷尾，变成随处可见的国民小吃。一片好的香鸡排，关键在于酥脆的外皮和多汁的肉质兼得。老板会选用新鲜的去骨鸡胸肉或大鸡腿排，大片肉厚薄适中，先用特制腌料腌得入味，再裹上地瓜粉下锅油炸，在油锅里翻腾几分钟，直到表面呈现金黄诱人的色泽，立刻捞起沥油，趁热撒上一大把胡椒盐。有的店家还会额外加上一撮酥炸得翠绿的9层塔叶，增添香气。一口咬下，外皮嘎吱作响，里面的鸡肉却软嫩多汁，肉香四溢。胡椒盐的咸香充分刺激味蕾，
再配上九层塔特有的草本清香，保证让你一世难忘。香鸡排之所以成为全民小吃，不仅在于它好吃，更因为它早已融入台湾年轻世代的生活文化。时常可以听到学生们笑说，考试如果满分，你请吃鸡排，或者朋友打赌输了就得买鸡排请客。久而久之，请吃鸡排成了流行语。考试、比赛甚至选举开票时，都有人戏称要发鸡排来庆祝或疗伤。一块小小的鸡排串起了许多人青春岁月里的回忆与情感，它代表着分享喜悦、分担遗憾的一种默契。对于考生来说，考前啃一块鸡排是鼓舞士气；对于上班族而言，加班夜晚来一块鸡排是慰劳辛劳。朋友聚会时，几包鸡排更是不可或缺的快乐泉源。随着台湾饮食文化走向国际，香鸡排也扬名海外，许多在国外举办的夜市活动或亚洲美食节上，都能看到台湾炸鸡排的身影，往往吸引当地民众大排长龙。甚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以及美国的某些城市，都开了台湾风味的炸鸡排专卖店，把这份书香传递到世界各地。外国人第一次看到比脸还大的鸡排，总是惊呼连连，拍照打卡。可一旦咬下第一口，他们很快就被这独特的口感征服，加入鸡排信徒的行列。可以说，香鸡排早已超越了一道小吃的范畴，它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快乐的味道。那金黄酥脆的滋味，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串联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回想起在夜市大快朵颐鸡排的场景，总能让人嘴角上扬，心头一暖。第5名，蚵仔煎。一张铁板，一把鲜蚵，一勺面糊，打上一颗蛋，再配几叶青菜，这就是经典台湾小吃蚵仔煎诞生的过程。蚵仔煎在台湾可说是家喻户晓，其魅力就在于同时拥有酥脆与软嫩两种截然不同的口感，以及海洋与土地风味的完美结合。追溯起源，蚵仔煎其实是明郑时期从福建传入的料理。当时沿海的渔民为了增加蚵仔，也就是牡蛎的饱足感，发明了用波薯粉调成面糊，将蚵仔煎成饼的吃法。传入台湾后，台湾人又加入了鸡蛋，增添香浓，搭配本地的酱料，渐渐演变成现在大家熟悉的蚵仔煎。这道菜之所以能风靡100年而不衰，关键就在于那一颗颗新鲜肥美的蚵仔。台湾沿海盛产牡蛎，但仍然无法满足全国人民对蚵仔煎的热爱，每年还需要进口大量生蚵。据统计，台湾人一年吃掉的蚵仔数量居然占越南对外出口牡蛎总量的70%以上。这惊人的数字足以证明台湾人对蚵仔煎可是真爱无敌。制作蚵仔煎时看似随意，却有不少讲究。摊贩通常会先在平坦的铁板上抹点油，撒上一把白嫩肥美的蚵仔，略微煎出香气，接着加入少许空心菜或青江菜等青菜，增加口感和色泽。随后淋上一大勺用波薯粉调成的粉浆，粉浆遇热迅速凝固，将蚵仔和青菜包覆其中。接着在半熟的面糊上打上一颗蛋，用铲子将蛋液滑匀铺满，全程控制火候煎到底部，粉浆微焦酥脆，而上层蛋液刚刚凝结。此时翻面再煎片刻，直到两面都呈现出金黄诱人的色泽。最后装盘，浇上一层画龙点睛的灵魂酱汁，一种偏甜带咸微微辣的红色酱汁。每家摊贩的酱汁配方略有不同，通常是波茄酱、酱油和辣椒调和而成。一盘热腾腾、香气四溢的蚵仔煎就这么完成了。蚵仔煎端上桌时，表面闪着诱人的油光，红彤彤的酱汁淋得满满。用筷子夹起一口，只见半透明的煎饼里包裹着肥嫩的蚵仔与翠绿的菜叶。先咬到的是煎得微微焦脆的粉浆边缘，咔哧一声脆响，随后舌尖感受到 Q 软滑嫩的蛋香与粉浆。最惊喜的是，当蚵仔在口中爆开，那鲜甜的海味瞬间充满味蕾，合着甜辣酱的浓郁滋味，让人不禁闭上眼睛，露出满足的笑容。一盘蚵仔煎仿佛让人同时尝到了大海的鲜美和人情的温暖。除了美味，蚵仔煎其实也有相对健康的一面。别看它煎的油亮，实际上因为有粉浆和蛋液作为介质，
烹调荷仔煎并不需要太多油，一份荷仔煎通常只需1汤匙左右的油量，比起同样受欢迎的葱油饼，动辄用好几大匙油来煎，荷仔煎显得清爽许多。再加上牡蛎富含锌和优质蛋白，青菜则提供纤维和维生素。在众多台湾小吃里，荷仔煎算是难得营养与美味兼具的选择。荷仔煎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不仅体现在餐桌上，更反映在流行文化中。早在1986年，台湾华源食品公司就脑洞大开，推出了荷仔煎口味的洋芋片，结果大受欢迎。据说当年狂销了1亿2000万包零食，几乎人手一包，足见这道小吃的国民程度。许多外国媒体在介绍台湾美食时，也一定会提到荷仔煎这号代表性人物，因为它实在太有特色，融合了海鲜的鲜甜、煎饼的香酥和酱汁的甜辣，可谓绝无仅有。许多外国游客初到夜市，常常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但只要看到某个摊位前人潮不断，还有人举着一盘红彤彤的料理大快朵颐，没错，那10之8九就是荷仔煎了。对台湾人来说，荷仔煎的美味里不仅有海洋的味道，更饱含着家乡的亲切。很多在外地工作的游子一回到家，最想念的就是夜市里那摊从小吃到大的荷仔煎。当热腾腾的荷仔煎入口，那种熟悉的滋味仿佛在告诉你，家到了。第4名，牛肉面。提起台湾的庶民美食，牛肉面绝对有资格占据一席之地。这碗红烧汤头滚烫，牛肉炖得酥烂的面食，被许多人视为台湾的国民料理之一。然而，牛肉面能在台湾发扬光大，背后经历了一段有趣的文化演变史。在民国中期以前的台湾社会，牛只主要是农耕的伙伴，本地汉人普遍抱持着敬牛爱牛、不随便宰食的观念，因此早期台湾人的餐桌上几乎见不到牛肉，更别说用牛肉煮面了。真正将牛肉面带进台湾庶民生活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人。据说许多随军来台的四川籍退伍老兵，因为思念家乡滋味，便在眷村里熬煮家传的红烧牛肉汤配阳春面贩卖。起初本地人对用牛肉做面颇感新奇，甚至有些排斥，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尝到那酱香四溢、软嫩浓郁的红烧牛肉面后，大家渐渐改变了观念，被这碗美味深深征服。自此之后，牛肉面在台湾遍地开花，并且持续推陈出新。除了最早的四川红烧口味，台湾人又创造出清炖牛肉面、咖喱牛肉面、波茄牛肉面、麻辣牛肉面、沙茶牛肉面等多种版本，以满足不同饕客的喜好。有人钟爱红烧汤头的浓郁，有人偏好清炖汤头的清爽甘甜，就连面条也有细面、宽面、手工面等区别，各有所爱。可以说，牛肉面虽然源自外省饮食，但经过几十年的在地融合，早已完全融入台湾人的生活与味蕾，成为人人心中的安慰食物。不论是大排长龙的名店，还是巷口不起眼的小吃摊，只要挂上牛肉面的招牌，就不愁没有食客上门。2005年，台北市顺应民意，首度举办了台北国际牛肉面节，邀集全台各地的牛肉面好手齐聚一堂，比拼手艺，看谁煮出的牛肉面最对评审胃口。这项活动一举将台湾牛肉面推向国际舞台，外国美食媒体纷纷报道这场有趣的比赛，也对台湾人对一碗面的热爱印象深刻。此后，牛肉面节几乎年年举办，各地的冠军牛肉面店一时间声名大噪，吸引无数旅客慕名而来。牛肉面正式从庶民美食升级为展现台湾文化的美食大使。牛肉面的魅力除了亲民美味，也开始往精品级迈进。2012年前后，台北出现了一家名为牛爸爸的牛肉面店，主打奢华路线。他们使用最顶级的食材，包含日本和牛、法国松露等，熬煮极品汤头。一碗号称全世界最顶级的牛肉面，售价高达上万新台币。这天价面食一推出，便立刻引发热议，连 CNN 等国际媒体都大肆报道，称其为全球最贵牛肉面。虽然一般人未必舍得花大钱尝试，但这也代表牛肉面的地位已经从平民小吃跃升至国际美食圈的话题之作。对许多台湾人而言，牛肉面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
更承载着浓浓的情感记忆。也许是小时候家附近那碗只要50元的牛肉面，又或者是大学宿舍外深夜解馋的宵夜牛肉面，再或者是出国留学工作时最思念的家乡味。一碗牛肉面的汤头浓缩了历史、情感与创意，可谓一碗面一段故事。每当滚烫的牛肉面端上桌，红沉沉的汤头映衬着几块厚实的牛腱肉、烫青菜和 Q 弹的面条，香气扑鼻的那一刻，仿佛一股暖流直达人心。夹起一块满含汤汁的牛肉放入口中，软嫩中带着筋肉的香韧，再配上一口劲道十足的面条和浓郁的汤头，所有的疲惫和沮丧都在此刻被抚慰。这就是牛肉面对台湾人的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所传递的温度和力量，始终能温暖人心。第3名，卤肉饭。一碗卤肉饭，看见整个台湾。这句话或许略显夸张，但卤肉饭的确是最能代表台湾庶民生活的料理之一。朴实无华的一碗白饭，上头浇淋着金棕色的卤肉燥，再配上半颗卤蛋和几片酸菜，这样简单的组合却几乎人人都爱，不分贫富，也不论南北。卤肉饭的历史已不可考，但可以想见，它最初应该是出自平民的节俭巧思，用猪肉的边角料或便宜部位，加上酱油和香料，长时间炖煮成浓郁的肉燥酱汁，淋在白饭上，让原本普通的米饭也变得香气四溢，非常下饭。就是这样一道经济实惠的料理，在台湾代代相传，成为不可或缺的庶民美食。台湾各地的卤肉饭在口味上略有差异，其中有个有趣的区分，就是北咸南甜。一般而言，北部卤肉饭偏好用瘦肉较多的肉燥，卤汁色泽较深，酱香偏咸，吃起来有种辛香厚重感。南部地区则常加入较多肥肉一起卤，卤汁带有明显的甜味，口感上更显油润甘甜，饭吃起来特别湿润滑顺。当然，随着资讯流通和人口迁移，现在南北口味互相影响，各地都能找到自己偏好的卤肉饭风格。不管是咸香派还是甜润派，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 No。 一卤肉饭，那是一种记忆与情感的连结。一碗好的卤肉饭，关键在于卤汁和猪肉的完美融合。许多老店都有一口永不刷洗，天天添加新料续卤的万年卤锅，里头的卤汁可能已经滚了几十年，吸收了一批批食材的精华，味道层次极其丰富。每天傍晚将新鲜的猪肉丁丢进这锅卤汁里，小火慢炖数小时，酱汁就会深深渗入肉中。出锅的卤肉燥晶莹剔透，肥而不腻，浇在热腾腾的白饭上，米饭瞬间被染成诱人的茶褐色，粒粒都浸透了咸香。用筷子拌开，让卤汁均匀裹住每一粒米，再夹一小撮脆爽的酸菜，一块入味的卤蛋一起入口。这滋味真是难以形容的满足。卤肉饭之所以动人，除了味道棒，更因为它吃进嘴里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和回忆。许多台湾人在外求学或工作时，最想念的家乡味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那一碗平凡的卤肉饭。连海外高科技企业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都在公开场合表示，卤肉饭是我最爱台湾小吃，每次回台他必定要来一碗解解馋。由此可见，卤肉饭的魅力早已跨越地域，打动各界人士的心。对游子来说，卤肉饭是一帖解相思的良药，对在地人而言，卤肉饭就是每天最踏实的生活滋味。无论是传统市场里一碗铜板价的肉燥饭，还是高级餐厅精心改良的创意卤肉饭，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吃下去的瞬间，心里浮现的是家的温暖。卤肉饭的滋味很难精确描述，因为其中掺杂的不只是咸与甜、油与汁，还有每个人脑海中专属于家的记忆。或许正因如此，卤肉饭才能超越一道菜肴本身，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映照出台湾人勤奋、随和、重视家常的民族性格。第2名，盐酥鸡。没有盐酥鸡的夜市，就像没有灵魂的台湾。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盐酥鸡几乎可说是台湾夜市小吃的代名词之一。走进任何一处夜市，如果嗅不到空气中弥漫着胡椒盐混合炸鸡的香气，那这夜市肯定少了点什么。盐酥鸡摊位总是特别容易找到，
远远看去，一大群人围在摊前，指指点点，递点餐。油锅里溅起的香气让整条街巷都垂涎3尺。严格说来，盐酥鸡其实不只卖鸡肉，摊位前陈列着各式各样可供油炸的食材，包括鸡肉块、甜不辣、蔬菜、米雪糕、香菇、鱿鱼等等。客人可以用夹子夹自己想吃的串或块，交给老板现炸。不过，在这琳琅满目的炸物选项中，灵魂还是那一盘盘金黄酥脆的鸡肉块。店家通常会将去骨鸡腿肉切块，用酱汁事先腌制入味，再裹上地瓜粉，下锅油炸。炸到外皮微微泛黄时捞起，沥油的同时快速撒上特制的胡椒盐粉，接着再丢进油锅第2次回炸。这步骤让外皮特别酥脆。最后起锅时再撒一遍胡椒盐，并加入几片酥，炸到翠绿的9层塔叶，增加香气。这一道工序下来，热腾腾的盐酥鸡就大功告成了。老板迅速将炸好的鸡块装进纸袋或纸杯里，客人接过后往往迫不及待地挑一块送入口中，小心烫。刚出锅的鸡块极烫，但也正是最好吃的时候。酥脆的外皮咬开，咔吱一声脆响，紧接着嫩滑多汁的鸡肉滋味在舌尖蔓延，混合着胡椒盐的咸香和9层塔淡淡的药草香，每一口都令人满足到想闭眼睛细细品味。盐酥鸡之所以迷人，不仅在于滋味绝佳，更在于它带给人一种放松愉快的感觉。试想夜深时分，和3、5好友逛完夜市，手上拎着一袋暖乎乎的盐酥鸡，边走边吃，谈笑风生，那种满足感无可取代。对很多台湾年轻人来说，念书念到半夜，叫一份盐酥鸡外送来犒赏自己，是度过考试周的仪式。上班族加班后买份盐酥鸡回家配电视，也是一种抒压放松。除了美味，盐酥鸡背后还隐藏着庞大的商机与创新。近年来，不少业者把经营盐酥鸡摊升级到品牌化、企业化的程度。最知名的例子之一是连锁品牌台湾盐酥鸡，不仅在全台各地开设分店，年营业额更突破1亿5千万新台币。他们甚至脑洞大开，推出了结合区块链技术的 NFT 数位藏品，顾客可以购买这些虚拟代币收藏，日后凭代币到店兑换等值的杂物。这种结合美食与科技的行销方式一推出，立刻在网络上引发话题，吸引年轻世代的关注，也成功为传统小吃增添了潮流色彩。盐酥鸡的魅力当然不只留在台湾岛内，随着旅游和美食节目的推广，许多外国人也爱上了这一口酥香。如今，在日本东京、大阪的台湾风味小吃店，美国纽约的夜市活动，新加坡的美食摊，都能看到盐酥鸡的踪影，每到一处都大受欢迎。许多外国朋友第一次尝到盐酥鸡，立刻被那独特的五香胡椒味深深吸引，竖起大拇指称赞。有外国美食作家甚至用一句英文盛赞 Taiwan popcorn chicken is dangerously addictive， 意思就是台湾盐酥鸡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道出了盐酥鸡让人难以抗拒的惊人魅力。可以说，盐酥鸡早已超越了一道宵夜的范畴，成为台湾人生活中一种快乐的符号和缩影。不论是学生时代与好友分享的一包盐酥鸡，还是长大后回到家乡夜市买的那一份熟悉滋味，盐酥鸡都承载了无数属于台湾人的美好记忆。酥脆多汁的口感和浓郁的香气，总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带来片刻的满足与幸福。第一名，珍珠奶茶，众望所归，荣登榜首的就是举世闻名、有国民饮料美誉的珍珠奶茶。没有什么比一杯珍奶更能象征台湾的甜蜜与创意了。走在台湾街头，随处可见一家家手摇饮料店，其中最长盛不衰、风靡海内外的招牌，就是那杯琥珀色茶汤里再浮再沉着黑色圆珠的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的诞生可以说是源于台湾人爱喝茶又爱吃甜点的巧思结合。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饮食文化蓬勃发展，各种创意料理层出不穷。据传，台中有一家名为春水堂的茶馆，店主刘汉介为了增加红茶销量，突发奇想将东南亚常见的粉圆，也就是用树薯粉制成的小圆球，煮熟后加入冰奶茶当中。没想到这个奇妙的组合大受欢迎，
顾客们喝着奶茶，咀嚼着 Q 弹的粉圆，觉得趣味十足，口感丰富。珍珠奶茶就此诞生。一开始，它被称为粉圆奶茶或泡沫红茶，因为摇匀后茶面会形成一层泡沫。随着越来越多人喜爱，类似的手摇茶店在全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纷纷创新口味，加入蜂蜜、果汁、咖啡等不同元素，饮料名称也逐渐统一成现在广为人知的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台湾无数中小企业主的投入与创新。台湾各地的手摇饮品牌百花齐放，其中许多已经打出了国际知名度。例如，创始于台中的春水堂，如今在海内外都有分店；又如诞生于高雄的珍煮丹，以黑糖珍珠风靡一时；还有日出茶太、五桐号、一方水果茶等等，一个个台湾品牌将珍奶带到全球40多个国家、300多座城市，在纽约、伦敦、巴黎、多伦多、雪梨、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地，你都可以看到珍奶店门口大排长龙的景象。许多外国年轻人为了一尝正宗的台湾珍奶，甘愿在寒风中排队1个小时。曾几何时，这杯源自台湾街头的平凡饮料，已经跃升为国际时尚饮品的代表。除了经济价值，珍珠奶茶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文化外交效应。各国年轻人因为珍奶而认识、喜爱上台湾的流行文化。在美国，好莱坞明星在采访中大谈自己对 Bubble Tea 的狂热。在东南亚，珍奶图案被制作成潮流配件，出现在街头巷尾。2018年，台湾的外交单位甚至制作了以珍奶为主题的宣传影片，将它比喻为台湾软实力的象征。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也曾在公开演讲时举起珍奶，高调表示 I love bubble tea， 顿时成为佳话。可以说，珍珠奶茶在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一个小小但独特的角色。珍珠奶茶之所以让人如此难以忘怀，除了口感独特，还因为它总在欢乐的场合出现，承载着幸福的记忆。想想学生时代，和同学下课揪团去买珍奶的兴奋，约会时共享一杯珍奶的甜蜜，工作下午茶时间，一杯珍奶又能赶走多少疲惫。Q 弹的珍珠配上香浓的奶茶，那种一边喝一边嚼的乐趣是其他饮料所没有的。现在更有各式进化版本，加入嫩仙草、布丁、椰果、芋泥等等丰富配料来为珍奶增添花样，甚至还出现了珍珠奶茶蛋糕、珍珠奶茶冰淇淋等衍生创意甜点，显示它在台湾人心中的无敌地位。时至今日，珍珠奶茶已经不只是一杯饮料，而是台湾送给世界的一份甜蜜礼物，也是全球华人共同的味觉乡愁。就像提到意大利，人们会想到披萨与意大利面；提到日本，人们会想到寿司和拉面；提到台湾，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就是那杯摇晃着黑色珍珠的奶茶。珍珠奶茶以小小一杯之躯，展现了台湾美食文化的创新和包容，也让无数海外游子在异国街头偶遇它时，惊喜地感受到一丝家乡的温度。从夜市巷口的平民小吃，到享誉全球的美食符号，台湾美食带给世人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有文化的共鸣与故事的传承。以上这10道台湾最受欢迎的美食，每一道都蕴含着台湾人特有的创意、韧性和对美味的执着，构筑出无数人的日常记忆，也向世界展示了这座岛屿的热情与活力。对台湾人而言，这些美食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风景，更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寄托。而对国际友人来说，透过一口小吃、一杯饮料，他们得以窥见台湾文化丰富的一面，并与我们产生共鸣。或许有句话说得好，第一次尝台湾小吃的人，也许最初只是在品味新奇，但往往从那一刻起，他就注定会对这滋味魂牵梦萦，一辈子难以忘怀。当你下一次漫步在夜市，或者在异国街头偶然闻到那熟悉的香气时，不妨停下脚步，好好享受这属于台湾的独特美味。每一口品尝的瞬间，都是你与这片土地、与这份文化产生连结的时刻。让我们以这些美食为荣，继续将台湾的美味故事传扬出去，保证吃过一次就会爱上一辈子。